为了应付我妈，我不得已在网上租了个男友回家，没想到接单的是我的前上司。资料上职业一栏写的是导演，你转型了吗？那你呢？工作干不下去，改当作家了。咖啡厅内，我和一个穿着咖色休闲装的男人面对面坐着，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咖啡，神情自然。河川野，30岁，是一名导演，因翻拍的同名小说《飞花》获得极高赞誉，一炮而红，被评为2022年最有潜力的青年导演。我一口气说完一连串话，面色不改，还对他扯出一个礼貌的微笑。河川野是我的前上司，当我还是一个小助理的时候，他就经常压榨我身上所剩不多的劳动价值，甚至每次摸鱼都能被他抓个正着，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监控。如果可以，我宁愿和他一辈子不相往来。好久不见。温阳，河川也放下杯子，眼尾上扬，笑得如沐春风，分明是很正常的一个微笑，却看得我后背一阵发凉。资料上职业一栏写的是导演，你转型了吗？那你呢？工作干不下去，改当作家了。我一时语塞，河川也还是跟之前一样毒舌，不过现在我和他是租赁关系，作为雇主，自然是没必要怕他的。我平复了一下心情，直接切入正题。既然我们之前已经有过了解，就不必再详细自我介绍了，我直接讲我的要求吧。别啊，我还很好奇。你资料上的性格介绍是为一切热爱发电的美少女，爱扎双马尾，喜穿蓬蓬裙，并且坚信甜点可以治愈一切。嘤嘤怪也会有爱情。我的脸越来越黑，想当场去世。这个简介还是我在百度上搜索什么样的个人介绍可以勾住男人的心的爆赞答案。没想到河川野竟然喜欢这样的。人生在世，总得有多种人设吧。我维持住脸上的表情，对上面前男人似笑非笑的眼睛，你只需要在我要你陪我应付我妈的时候出现就行。平时的任何时间里，我保证不会出现在你视线中。可以。刚说完不久，河川也就应下了，答应的这么爽快，我有些诧异，轻咳了声，我接着开口，给你的工资是每小时80块钱，如果有突发情况，工钱另算。廉价劳动力了，这是。我有些脸红，打量着他精致的五官，一阵感叹，棱角分明的脸型，皮肤紧致的恰到好处，每一处都完美的让人移不开眼睛。没想到昔日的上司竟然成了我的租赁男友，之前怎么没发现他竟如此有姿色？从店内出来后，河川也执意要送我回家，我看了眼腕表，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应该也很难拦到的士了。假意推脱了几下，我便不客气地打开副驾坐了进去。开车吧，男朋友。河川野的神色顿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自然。这个也算工钱的。果然他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嘴脸。车内的暖风吹得我有些闷，我扯了下衣服想透下气，一旁的河川野似乎注意到了我的举动，抬手就将空调温度调低了些，没想到还挺贴心。空气里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有些尴尬，咽了下口水。我用余光偷偷打量着河川野的脸，他微抿着唇，一双眼逆着直直地注视着前方。你现在单身？我想起之前还跟他在同一家公司的时候，经常有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妹来找他，暗地里我们这些员工都默认她是河川野的明星女友。否则我为什么出来跟你见面？好吧，我又被他噎住了。这不是看你之前有个漂亮女友吗？这么快就分手了？没了工作关系的束缚，我开口也就大胆随意了些。一旁的河川野似乎在努力回想着，她是我妹妹。我瞪大了双眼，盯着河川野的脸，说不出话来。合着在公司听的半年八卦都是假的？吃了瘪，我也不准备再开口，一路无言。河川野的黑色宝马最终停在了大道末端的居民楼下。刚打开车门，眼尖的我看到河川野也从另一侧下来了，我连忙过去阻挠他。今天麻烦你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可以回去的。河川野仍是一副要坚持履行完男友义务的样子。我在内心嘶吼，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没必要这么尽职尽责的。混乱之际，一声熟悉的惊呼吓得我直接僵在原地。温阳！我的闺蜜薛欢从一侧的小道中拐了出来，手上还提着新鲜的烤鸭，看样子是等了很久了。我怎么把这个姑奶奶给忘记了？我迅速移开，推搡开河川野的手，朝着薛欢迈开腿。她却没理会我的热情，视线一直在我身后的河川野身上游走。最后薛欢还是没忍住，说出的话恨不得让我掘个洞钻下去。这是你交的新男友，长得挺帅的，只不过怎么和你之前骂的那个恶毒上司长得差不多？我急忙捂住他的嘴，眼神向他发出警告。当初被河川野压榨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微信轰炸薛欢，天天指责我的上司多么不是东西。我几天几夜没睡一个好觉，就是为了帮他做一个设计方案，这明显就是刁难我。最后他辞职的时候，我还拉着薛欢开了个庆祝派对。我跟你讲，他就是个又丑又老、屁事还多的毒舌王。我使劲摇了摇头，似乎要将我曾经说过的这句话甩出脑袋。我有些心虚的看向河川野，他整个人站在车旁，一副淡定自若的样子，甚至还抬手跟薛欢打了个招呼，像是丝毫没有听见我们说的话一样。我扯过薛欢，阻止住他下一步举动。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河川野眼眸微眯，从喉咙深处溢出一声低笑，听得我的脸羞愧的青一阵红一阵的。我拉着薛欢几乎是落荒而逃。老实交代，你和那个帅男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威逼利诱下，我只好说出实情。事情发生在3天前，当我满意的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雷女士的电话打了过来。温阳，我前几天跟你介绍的那个小伙，你跟他进展的怎么样了？你今年26了，也不小。你看隔壁李婶婶女儿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皱了皱眉头，表情有些扭曲，不耐烦地打断了那头的话。上次那个叫李什么的，太矮了，长得也不是我的菜，早就掰了。果不其然，雷女士听了我的话，便大发雷霆起来。今年过年你要是不找个男朋友回来，就休想进我这个家门。电话忙音从那头传来，我长叹一声，有些头疼。我是了解我妈的，她一旦决定了一件事情，谁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小时候，因为我不小心摔烂了雷女士的化妆品，便被她连续几天罚抄课文5遍。于是从那以后，我就格外忌惮她生气状态下所做的决定。自从我工作没了后，雷女士就性情大变，开始热衷于为我物色优秀青年。这1个月以来，我见过各种类型的男人，都快赶上我上半辈子认识所有男人的总数了。虽然每次约会都被我搞砸了，但是雷女士似乎并不死心。犹豫了很久，我将新修改的资料上传到网站，还花30块钱投了个加急，干脆鱼死网破，租个男友回家。我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焦急等待着。不过没几分钟，就有对应条件的男青年向我发来资料，点开看了下，跟雷女士介绍的也没啥两样，不是高知青年，就是事业有成男，就连健身房教练都找上我了。我点开一个对话框，几张腹肌照映入眼帘，吓得我赶紧退出了主页，真是辣眼睛。难道这个租赁网站上的人真的不靠谱吗？就当我的心已经沉入海底时，一个对话框适时弹了出来。你好，我诚心与你合作，报酬不是问题，还有正常人。我抱着怀疑的态度点了进去，资料上除了照片一栏是空白，其他地方可谓都是各方面的翘楚，名牌大学，丰富履历，这该不会是编的吧？这条件用在网站上接单，难道是因为长得奇丑无比，不敢见人？我的脑海里瞬间涌入无数联想，压住内心的疑问，我耐着性子和他交涉了几番，才勉强相信了他的为人。很快我们就确定了见面时间，然后就发生了今天乌龙而神奇的一幕。所以你说你们因为网上的机缘巧合成了情侣？你跟他还真是冤家路窄。你说你们2个也真是潮流，在网上玩个新奇软件还能碰上。薛欢仰着头笑得毫无形象，我有些嫌弃，得了别笑了。话落没多久，手机屏幕就亮了起来，我低下头一看，是河川野的消息，备注还是毒蛇王，下次有需要直接喊我就行。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按灭屏幕，把手机甩到一边，紧接着就像没事人一样，和薛欢边啃鸭腿边聊了些八卦。薛欢回家后，我洗了个澡，往脸上贴了张面膜。出于职业习惯，睡前我总是喜欢打开网页看下我的作品数据。这本新书刚完结不久，还是我第一次写魔幻爱情。我点掉底下所有红点，数据看着还算体面。照这个势头下去，够我舒舒服服过完这几个月。我转头打开微博，把白天的新灵感发了出去。没多久，点赞和回复就把评论区挤满了，粉丝激动刷屏，大大的描写也太性感太御了吧！还有人连发感叹：老天啊，看得我简直面红耳赤。我在微博上的另一副面孔就是写破文的博主，我的 ID 叫江南小蚂蚱，在圈里也算小有名气。评论里呼声最高的是让我开难受女工。盯着那条留言，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河川野的脸，我盯着屏幕笑了，顺手回了句没问题。转头我就在朋友圈连发几条，故意放出暗示。雷女士果然坐不住了，直接发消息问我你谈恋爱了？我回她一个字下一秒雷女士的语音就追了过来，那你这周末把她带来给我看看。我早有准备，把一大叠资料推到河川野面前。老板这么尽责尽职，这事儿一定不在话下。我被自己恶心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想起当年做他助理时都没这么殷勤，当助理那会儿我可没这么热情。我精心挑选了一身温柔碎花长裙，用心打扮自己，衬得气质愈发柔和动人。我将柔顺长发轻轻披散在肩头，刻意收敛神态，装作温婉恬静的模样。提着大包小包出门时，我一抬眼就看见河川野等在车旁。河川野慵懒随性地倚靠在车身旁，姿态松弛又自在，尽显潇洒气度。他本就皮肤白皙，鼻梁高挺，薄而红润的唇在光影里格外扎眼。简约干净的休闲穿搭，上身瞬间冲淡疏离感，让他看着愈发少年清爽。看见我的身影，他立刻快步过来，伸手接走了我怀里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把那些袋子一件件搬下后备箱。后备箱一掀开，我整个人都愣住了，里面竟整齐摆着一盒盒礼品。那一盒盒包装精美的黄眼，我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得花多少钱？老板，你对待事情这般认真用心，实在是太过敬业负责了。河川野的嘴角明显抽了一下，像是对这个新称呼很不适应。我见状又弯起手指，直接把话说得更满，笑得一脸信誓旦旦。这件事圆满办好，后续我直接给你额外上调30块时薪。他听完这话，眼神都停了一瞬，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开价。而我也清楚，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没开始。我盯着河川野，等着看他到底会不会接我这句加薪的钩子。雷女士显然很满意，目光在我和河川野身上来回打转，最后还露出一脸欣慰的笑。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我刚吞下去的一口牛肉差点直接喷出来。雷女士这说话方式还是这么一鸣惊人，半点不给人缓冲。我心虚的偷看河川野，想看他会怎么接这句话，他却只是带着笑，神色稳得像早就演练过无数遍。目前和样样还在热恋期，
结婚的事以后再做打算。我怔怔盯着他的侧脸，突然很想把他的脑袋敲开看看，这张好看的皮囊底下到底藏着一颗怎么都摸不透的心。可偏偏他那点笑意像是擦过了我心口，让我猛跳了几下。很明显，雷女士对今天这场见面满意到了极点，她话里话外都已经默认河川野会是我们家女婿。我和河川野并排走在路上，风一吹，凉意立刻钻了进来。你怎么对我这么了解？你之前的入职资料上写得很清楚。我看向他的半张脸，正好陷在阴影里，连表情都看不真切。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不是笨拙，是冷漠的太会演。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那点失落悄悄冒上来，连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回家后，我把礼品钱和工钱一分不少全都结给了他。我盯着聊天框，半天没动。我们的记录永远只剩转账和时间地点。那句你回家了吗？我删了又删。半个月过去，雷女士再没来找我。她大概已经默认我和河川也稳了，可我和她早就很久没联系。她最近的朋友圈还停在国外领奖那天，照片里的男人笑得爽朗，整个人意气风发。我硬着头皮把要求发给了他，对面几乎秒回。我早猜到他会拒绝。我和你住一起，那我清白岂不尽毁？我瞠目结舌，真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可我已经答应了雷女士，只能放手一搏。一人一间房，互不打扰。我把脸皮豁出去，连何居都说出口。对面忽然没了动静，我心一下悬起来。你不答应，我就把那件事说出去。消息很快弹回，我一看，终于松了口气。好，我下午就来。为了谢他屈尊，我把雇佣金又加了500。我认真报出底线，食宿全包，再加500。狭小客厅里，他站着，压得我有点局促。河川野莞尔一笑，眼尾弯起，格外好看。合租愉快。搬来后我才知道，导演这活儿远比想的更难。光是拍摄计划就得反复制顶推翻，剧本也要天天打磨，演员还得足够会演。雷女士隔三差五送来生活用品，怕我们过不好，我们却意外处得融洽，作息也慢慢对上了。晚上我起身喝牛奶时，她房里的灯还亮着，我又拿了一瓶，轻轻敲了敲她的门。进。我推门进去，她正倦着身子靠在椅子上。我瞟了眼屏幕，全是专业术语，密得发晕。她接过温热牛奶，轻声开口，温柔询问我的小说进度。才写完一话，有点卡文了。你为啥要转行做导演？因为热爱，这是我的梦想。我突然想到自己当初毅然转行做全职写手的样子，那时候我也是咬着牙把前路一把推开，才换来今天的落脚点。飞花拍得很好，我也知道你背后努力了很久，这也算是最满意的答复了。我这番真心实意的夸赞，没有半分虚假，完完全全都是发自内心所向。河川也听完，眼底的光一下更亮了，像被人轻轻点燃，连看向我的目光都比刚才更柔和了几分。你也一样，我相信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那句话像把火，瞬间烫到了我心里。我干脆把微博新闻的男主人设定下来了，原型不再是别人，就是河川野。导演和普通人的爱情线一铺开，果然很快就收到了粉丝的好评，连评论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我又加大笔墨，着重去写男主的外貌和性格，还顺手多更了几句，想让这个人设更立得住。可我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眼尖的粉丝发现不对劲，评论区一下开始往奇怪的方向跑。有眼尖的粉丝喊出，这次大大笔下的男主格外有魅力，就好像真实存在一样。我赞同楼上说的，大大是不是真的有原型？甚至有人猜我是不是谈恋爱了。读到最后那条评论，我的心猛地漏了一拍，像有什么东西被人当场戳破。我猛地退回微博，推门就往外冲。可我一眼就看见河川爷爷在，那个瞬间，我刚压下去的心跳又一下全乱了。屏幕上是他凝滞的脸，后面竟映着我瞪大的眼睛。他曾在视频会议里，偏偏被我撞上了。这下完了，客厅里瞬间炸了锅。剧组那群年轻人立刻开始起哄打趣，有人笑着说，没想到何导早就隐婚多年了。还有人跟着喊，对呀对呀，快把嫂子带来见见。那头闹得正欢，河川也轻咳一声，今天的会就到这里。话音刚落，他直接挂断了视频。我僵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胸口那颗心却跳得越来越响。他转过身来，看我的表情有点奇怪。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开会。他没说话，只是耳尖慢慢泛起绯色。我愣住了，
何川野竟然脸红了。后来我叫完水电飞回家，他正靠在沙发上打游戏。家里多了个男人，1个月了，我还是不太习惯。我伸头看了一眼，他拿的还是李白。玩这么帅的英雄，不怕刮痧？刚好一轮结束，何川也没接我的话，只退回主页，点开头像给我看那张炫得发亮的战绩页面。我正嘀咕着什么，看到他炫酷的主页和明晃晃的国标印记后，直接脱口说出一句卧槽。你平时还有时间打王者？还打得这么厉害，简直离谱！平时看着不苟言笑的人，居然是个游戏高手。我当场改口夸他是藏着的大佬。我泪汪汪的挨着他坐下，手里按麻利点开王者，摆明了今天就要赖上这条大腿。何川也沉默着看我，半天只回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终究还是被我软磨硬泡给磨松了。他到底还是没扛住我的缠劲，默认带我上分。于是我傍上了何川野这条大腿。从那天起，我顺理成章傍上了他，天天拿着摇挂在他头上，别提多风光。他带着我一局一局往上冲，我看着星星一颗颗上涨，整个人也跟着越来越飘。多谢老板助我拿下装扮。他弯起唇角看我，眼神里带着我从没见过的温柔，像是专门落在我身上的光。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怔住了，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连呼吸都慢了半拍。我开始隐隐觉得，再这么被他带下去，我可能真的会一点点沦陷。可没过多久，何川也就开始早出晚归，有时候甚至几天都不见人影。后来我才从网上刷到消息，原来他是真在准备新片，连行程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听说他在筹备新电影，马上就要开机了。我的第2本小说也已写完大半。更好的消息是，我的上一部小说《傲魂》被一些知名商业家看上，听说他还有望拍成一部电影呢。可我眼皮沉得厉害，思绪也开始发飘，整个人像被一层倦意慢慢裹住。我伸了个懒腰，准备去卫生间简单洗漱一下。顺手经过客厅时，桌上那份合约却格外刺眼。我脚步顿住了，怔怔看着那份合约，心里忽然有些发苦。自己和何川野合租这件事已经拖了2个月了，按理说现在正是我们该断掉的时候，拖得越久，越像把一件早该结束的事继续往后压。可我喉咙发紧，还是吞了下口水，心里莫名发苦，像有句话卡在那里，怎么都吐不出来。就在这时，卫生间的门忽然开了，我被吓得猛地回神，视线一下撞上了刚走出来的何川野。何川野就这么缓缓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刚洗完澡，身上还带着未散的水汽，我隐约能看到他挺拔的身形。我的脑子嗡的一声，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明明只是看了一眼心跳，却已经乱得不像话。温漾，我以为你去剧组了。今天回来拿个行李，明天就走。他说完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沐浴露的清淡香味也跟着飘进了我鼻尖，我心口像被凿了个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何川野的看法已经悄悄变了个样。当初我还是他助理时，他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甚至连说话都带着点斤斤计较的冷。我每天见他都挂着标准的职业假笑，日子按部就班，谁也不越界。可我那会儿根本不喜欢那份工作，热情提不起来，所以上班摸鱼、开小差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后来我辞了职，转去做全职作家，整个人一下子像换了个活法。我热爱写作，连纸页翻动的声音都让我安心。再碰上他这个前上司，我先天就带着抵触。直到我偶然知道，他也不喜欢那家公司，那里只有重复，只有无趣，只有日复一日的枯燥。他真正热爱的是导演这一行，喜欢用镜头去拍出自己想表达的情绪。他想用不同画面把心里那点东西拍出来。从那之后，他在我眼里不再单薄，也不再只是那个冷淡的上司。现在的何川也是立体的、鲜活的，连沉默都带着让人移不开眼的分量。也许就是某一个瞬间，我就这样栽了进去，连自己都没能及时抽身。哪怕我们之间那份合约已经快要走到最后，我还是没法把他当成路人。偏偏这时冬雨急促落下，我骑着小电驴赶去公司。红绿灯口，一辆摩托和轿车狠狠追尾，我急忙踩刹车，还是被摩托尾巴撞翻。人摔在地上那一刻，我只想骂脏话。膝盖传来钻心的疼，疼得我直抽气。我试着动了动，还好腿没断，只是膝盖摔伤了，走路都成问题。那边的2位车主就没我这么轻了。摩托车主躺在地上呻吟，半天起不来。轿车车主磕了头，当场昏了过去。我也被这场事故牵连，带去警局做笔录。等我写完口供，整个人缩在椅子上发抖。怎么还把自己弄到警局来了？我猛地抬头，何川野的脸撞进视线，眼眶一下就酸了，我连鼻尖都发涩。他快步走到我面前，伸手揽住我的肩。我僵了几秒，还是慢慢靠向他那边。你不是在剧组吗？我攥紧他的手时，心口像忽然被什么轻轻拨开，
那点说不清的情愫就这样一点点散进了胸口，连指尖都跟着发烫。回到家后，何川也先替我简单包扎，他俯身替我缠纱，睫毛垂下阴影。那一瞬，他温柔的不像平时，连呼吸都透着少见的耐心和温柔，几乎让人忘了疼。我低头绞着手指，视线却还是落到客厅角落，他那几件没来得及收的行李上。你不去剧组了？放几天假。可我知道，他是真的闲下来了，暂时不会再走。他大半时间都窝在客厅看电视，整个人都松弛的不像话，连气息都变软了。我来来回回从他面前经过几次，总能撞见他半倚在沙发上的样子，好看的让我心口发热，连步子都乱了。更要命的是，自从我上次出了意外，他对我明显紧张起来，连我多走一步都要多问一句，生怕我再磕着碰着。我去上班的时候，他甚至开始亲自接送，车门一开一关，像把我和外面的风都隔开了，也把我护进了他的范围。这份关心太满，我竟有点上头。老板，晚上来接我的时候，可以顺路捎上一份肠粉吗？我快馋哭了。后面还跟了2个卖萌表情包，信息发出去，我又有点心虚。最近使唤我越来越熟练了。我撅了撅嘴，又回他一个表情，可他还是按时出现在公司门口，手里拎着我惦记了一天的肠粉，分毫不差，像算准了时间。同事们惊叹起哄，我脸一下红了。偷瞟何川也，他却像没听见。他照旧替我拉开车门，我心里嘀咕，他真是不解风情。可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过1季。空下来时，我就拉他打几盘王者。我一选射手，就总在下路送命，他便提着剑替我一路去报仇。公屏里高渐离开始打去打野，说他这么护我，平时肯定听女友的。我脸薄的厉害，只能红着脸坐他旁边。屏幕灭了一次，又黑了一次。何川也像是察觉了我的迥异，直接把高渐离送回了泉水。我忍不住去看他的脸，他抿着唇，神情认真的过分，下颚线清晰，手指也快得惊人。那部手机在他掌心显得格外小巧。我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心跳却不受控的撞个不停。我突然很想抱住他，把心意都给他。何川也接了个电话，脸色瞬间变了。我听不见那头说了什么，只见他眉宇发紧，那份担忧和焦急几乎藏不住。我话还没问出口，他就匆匆起身，他直接往外走，像是有急事要去处理。我没想到这会是合约结束前最后一面。后来我才知道，何川也有个白月光。想起先前闲聊，我问过他谈没谈过恋爱，他当时眼神闪了一下，却没回答。那点回避藏得太好，我几乎差点信了，甚至还幻想过他也许同样喜欢我。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了。网上那条消息说得很隐晦，只说何川也大学时交过一个女朋友，感情一直稳定，几乎没人觉得会散。后来女方出了国，原因却没人知道，他们就这么无疾而终，没了下文。现在他回来了，我也该停下这场闹剧了。我打开手机，手指机械地敲下那句话。我发去消息，合约到这就结束吧。这段时间谢谢你了。合上眼时，脸颊已经慢慢湿了。我和何川也本来就是合约关系，我又回到正常生活，待在公司更久。只有不停写稿，我才能麻痹自己，这样我才不会总去想何川也。那条短信发出去后，他也没多问，他只客套了几句，就彻底消失了。我上网搜他的消息，却什么都没有，没人知道他这段时间在忙什么。有时候我甚至会想，那段相处算什么？微博上新开的坑，我也全部填完了。最后的结局，我猝不及防写成 BE， 评论区一下炸了，读者全在鬼哭狼嚎。我不语，直接退出了微博。主编告诉我，《傲魂》被导演看上了。主编低声说，他说可以完全保留你的内容，100%还原。我有些诧异，还有这种尊重原作的导演。我问主编，那我再考虑一下吧。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又过去3个月，天气慢慢回暖，连空气都躁动起来。这时我接到薛欢的电话，他在那边骂。薛欢急声说，李薇你还记得吗？我皱了皱眉，这不是我的前男友吗？一个被我刻意忘掉的人突然冒了出来。电话那头还在骂，我的心却沉了下去。薛欢气得直骂，那个男人真的太不要脸了，自己谈了个白富美女朋友，天天发朋友圈，恨不得宣告全世界。他还明里暗里就是在内涵你没眼光。我听着薛欢的控诉，只回了句，所以呢？手上的活儿我也没停。薛欢说过几天有个聚会，他扬言要你去。我目光顿了一下，差点脱口拒绝。他又催我把上司带过去，灭灭他的锐气。他还说何川也哪点都比他强。听到这个名字，我神思一下飘远。当初和何川也结束，我没告诉他，现在想开口，反倒有点说不出口。薛欢却突然说，你们是合约情侣，也许这次能看出他到底对你什么想法。我把话咽回去，心底竟起了幻想，他会不会也还在意着我？这一阵子
我总会想起何川野，想知道他最近好不好，拍戏顺不顺，更想知道他和白月光走到哪步。所以这一次我决定自私一点。答应薛欢后，我脑子一热拨了过去，电话几乎立刻被接通了。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能接这么快。何川野低声问：温样？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先开口。我支支吾吾半天才挤出一句。我低声问他：你最近还好吗？我又补了一句：好久不见啦。何川野温声回我：我很好，最近正在筹备一些事情，你呢？听见他的声音，我心里先不受控制炸开了花。我也只好回他：我也过得不错。话一落下，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我深吸一口气，直接说出最终目的。可他听到敏感词，还是答应得很快。他几乎没有犹豫，像从没拒绝过我。然后我故作茶味的问他：你这么做，你的女朋友不会介意吧？我在心底反胃，我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茶了？何川也轻笑着说：这么希望我有女朋友，要不你屈尊一下当我女朋友？我迅速笑了2声，硬把尴尬压下去。我赶紧告诉他时间，又报了地点。到时候我去你家接你，毕竟是男女朋友关系，怎能让女朋友一个人到场？我的心跳声几乎盖过了他的声音。坏了，我这次是真躲不开何川野了。李维果然下了血本，聚会定在市中心那家高级餐厅里，排场一看就不小。我挽着何川野的胳膊缓缓往里走，可我每走一步都像在往局里钻。这场聚会恐怕没那么简单。何川野今天穿着日常的穿搭，黑框眼镜很衬他，头发长了些，半边眼睛都被遮住。我刚见到他时就被他惊艳过一次，现在再看还是好看的移不开眼。看路。我尴尬地收回视线，我故作轻松地回他：好好表现哦，老板。推开包间门，里面已经来了大半的人。包间里吵得厉害，李维正搂着新女友热吻。我翻了个白眼，差点当场吐出来。好久不见啊，温样。我礼貌地朝他笑了笑，他立刻把话题引到何川野身上。这是你男朋友？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我刚觉得不舒服，何川野按住了我。现在从事的导演最近正忙着筹备新电影呢，还不是为了陪样样，我才把工作放了一下。我目瞪口呆地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一向高冷的他竟会这么尖酸刻薄。薛欢在对面偷笑，还冲我比了个耶。李维干笑着打圆场，招呼我们先坐下。班长笑着问文样：你们谈了多久了啊？他又跟着夸：真是郎才女貌。我们谈了有几年了，一直很恩爱，最近就准备结婚了。我说完那句，满桌人都愣住了，连何川野夹菜的手都停了一下。这招是薛欢教我的，专挑男人刺激。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先没了分寸，他拿我和李维的过去开起了玩笑，还顺势逼问何川野有多了解我，气氛一下就僵得难看了。幸好后面有人主动举杯打破僵局，有人赶紧举杯出来替他打圆场，李维却低着头，像在想别的事。我担心地看了何川野一眼，好在他神色平静，半点没动怒。他继续给我夹菜，像没听见一样。接着他伸手替我撩开额发，低头问我吃饱没？那语气太温柔，像一滩安静的水。外人看着只当他在当众撒狗粮，周围人跟着起哄，气氛又热了起来。李维举起酒杯，勉强笑着开口：看来老同学过得很幸福，祝贺了。我笑着举杯回他：你也是。刚泡完杯，何川也突然出声了：谢谢你的祝福，我很爱温样，也绝不允许他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会亲自为他承受一切恶意。我们结婚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能来参加见证。全场安静了几秒，李维脸色当场变了。我还没缓过神来，耳边全是那句我很爱温样。饭后我和何川也没去后面的局，直接被他带出包间。他拉着我的手，步子放得很慢，他的侧脸在灯下很冷，和初见时渐渐重合。我频频偷看他，脸颊和耳尖都烧了起来。我轻声说：今天谢谢你了。何川也揉了揉我的头，语气又哄又无奈：都是小事，蚂蚱小姐。我当场僵住，脑子里只剩下小蚂蚱3个字，那是我微博的名字，江南小蚂蚱。我猛地一哆嗦，惊恐地盯着他。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只是碰巧这么叫我，可下一秒他的话直接掐灭了我的侥幸。你考虑好了吗？小说影视版权的事情。听说你一直没给答复。我这才反应过来，想签我作品的导演竟然是他。
细想之下，我那本小说的题材确实很合他口味。可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是，他知道我的微博 ID， 也就是说，我新开的那些不太清水的文，他也看得到。想到他也看到我那些内容，我瞬间头皮发麻，脸都跟着热了起来。刹那间，我的脸彻底绷不住了，只想找个洞钻进去。我硬着头皮说：“那我再考虑一下。”他点点头，表示自己理解。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刚夸他温柔，他就开始欠扁了。我在心里嘶吼，直接屏蔽他的状态。回到家后，我还是没缓过神。何川也认出我马甲的画面，在脑子里循环。他在聚会上摸我头的那一下也一样。我捂住脸，还是忍不住哀嚎一声。登上微博，我先翻完评论区，又把100万粉丝列表快速扫了一遍。主页私信很多，却没什么异常。我这才发现他一直默默关注我。原来何川也还是个事业粉，版权的事他让我慢慢考虑，我也就一直拖着，没有定下来。一来能继续正常联系他，二来我也没想好这段关系。日常聊天里我们开始互相问候，我多半跟他分享日常，也听他讲片场趣事。你之前消失去哪儿了？准备一件大事，所以封锁了消息。不能告诉我吗？微信里对方一直显示输入中，我等了很久，最后只回我秘密。我刚睁眼，热搜就直接炸了，何川也购买婚戒冲上第一。我捧着手机，一时没回过神。视频里的何川也眉眼温柔认真，那枚戒指像是给谁备好的。我第一反应，他要去求婚了，而且是向他的白月光求婚。我把手机放到一边，血欢的微信立刻轰炸过来，微博上也在猜他要复合了，说他和初恋要破镜重圆。我嘴里发苦，心直往下沉。他这是故意放消息给媒体看，像在宣告那人的重要性。可能再过几天，可能真有大求婚。雷女士也刷到了这条热搜，她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摁断，一个也没接。她又发来短信，你不是和川也好好的吗？雷女士继续追问，他是你随便找来糊弄我的？雷女士还在一旁疯狂输出个不停。看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往下掉。是啊，我和他从头到尾只是租赁关系，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想多了而已。我还傻傻幻想过和他真的会有以后。我在心里骂自己，温样，你太傻了。那条热搜又硬生生维持了整整3天。何川也像是掐准了最好的时机出手，他卡点发微博，点赞热度瞬间过万。何川也发微博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电影《青梅》。影迷在尖叫，粉丝却开始疑惑起来。这名字一听更像青春爱情片了。很快，全市大屏都开始滚动播预告，可屏幕里竟然全是我和何川也，有我趴桌上打盹，也有我摸鱼拌嘴，还有我辞职时搬着箱子的单薄背影，连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身影也有。这些瞬间全被他一张张偷拍下来，就连我在加码字的背影他都没放过。评论区甚至还在吵我王者技术太菜。电影最后，他终于认真看向镜头了。江南小蚂蚱，我的小作家，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从刚开始到现在，我就一直在策划这场求婚。今天，我想我终于有机会说出这一句我爱你，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全平台直播镜头猛地切到这边，我只好软声接住。傻瓜，谁求婚这样求的啊？我当着全网镜头点头答应了何川也的求婚。一夜之间，我和何川也的名字绑在一起，直接冲上热搜。我回头想了想，决定给那篇 B 的抛文补几个甜番外。结果我这一更，评论区立刻炸成了大型磕疼现场，粉丝尖叫着刷屏，我磕的 CP 成真了。又有人大胆猜，原型就是他们2个。还有人追着问，那大大平时和何导也会这样吗？更离谱的是，有人笑着发，说不定马大大还是在上面的那一个。我看到那句上面时，整张脸瞬间烧了起来。何川也从旁边走来，直接把我抱进怀里，他柔软的头发蹭过我脸侧，我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一瞬间，我连呼吸都乱了，眼睛也不敢抬。何川也眯着眼看我，眸底那点情欲根本藏不住。温样，小说里的那些姿势，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实现了？谁知道啊？那句话一落，我的脸更烫，耳尖都红透了。自从和何川也结了婚，我就真走上了人生巅峰。我的小说也很快被他翻拍成电影，原剧情几乎全保住了。书粉和电影粉一起好评，我又借着这波热度火了一次。我的粉丝也跟着涨了一大截，超话里全是磕我们的人。我笑眯眯地刷着每条评论，挨个给他们点了赞，看着他们越磕越起劲，我只觉得这日子甜得发烫。我笑着继续点赞，任由这份甜一路烧下去。我刷到一条黑粉评论，气得直接把刚凑过来的何川也踹倒在地。那人竟然还在磕他和白月光的 CP， 像故意往我心口扎刀。何川也睁着水汪汪的眼睛，委屈巴巴地望着我，像只被冤枉的小狗。怎么了，老婆？
我板着脸把手机直接朝他脸上扔过去，让他自己看。他连忙接住手机，低头扫了2眼，脸上的委屈却更浓了。老婆，不早就跟你解释过了吗？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只有我一个人去，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去了10分钟就走了，后来也没再见过他一次面。老婆，不生气了好吗？我略带嫌弃的看了他一眼，心里却还是被他这副样子磨得发软。男子汉大丈夫，天天变身嘤嘤怪，偏偏我还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何川也顺势揽住我，嘴唇又往我脸上凑，像是非要把我哄笑才肯罢休。老婆不生气，跟老婆买包包。我没反抗，任由他抱着，心里那点火气也被这一通哄得散了大半。其实我一直都信他，只是越在乎越想闹一点小脾气试探他。每次他耐心安慰完我都会突然很感动，觉得自己真的爱对了人。我摸着平坦的肚子，忽然开始幻想，要是能有个只属于我们的孩子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连心跳都软了，眼前全是和他一起养孩子的画面。